是。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各位，刘凯的核酸检测出来了，阳性。郑三，你把流调的情况说一下吧。好。是这样啊，刘凯的妻子叫孙雪丽，孙雪丽呢是在金汇商场的化妆品专柜工作。1月21号发病，23号在地坛医院确诊，自述没有食用或者接触过野生动物，近期呢也没有外出旅行，也没有武汉的流行病学史，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确诊病例或者是疑似病例。她丈夫刘凯比孙雪丽发病晚了2天，所以很有可能孙雪丽是在商场被传染上的，回到家之后又将这个病传染给了丈夫。孙雪丽密切接触者排查出多少？春节前这段时间是购物高峰期，每天进出商场大概会有几千人次，基本上没有人戴口罩，也没有进行手部的消毒措施，算是零防护的暴露状态。再加上孙雪丽上班的柜台是在商场的1层，那么她这2天的密接大概会有上万人。上万人，这个密接范围定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？这新冠病毒传染性有那么大？到现在，武汉不过确诊了几百例。是这样，商场本身就是个密闭空间，加上人流量非常的大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又非常的密切，上万这个数字是按照 SIR 数学模型推算出来的。咱们搞防疫的，凡事都要把事情往坏里想。现在可是春节期间，我们搞这么大规模的排查，万一引起社会恐慌情绪，出点事儿，谁负责？还是要慎重。如果不及时排查，这个病扩散开，那后果会更严重。你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啊？合着老太太在家闲着没事儿，跑你这儿逗闷子，你玩呢？不是谁玩了，你本身就没给嘛。你想想，你盛完了鱼递给我，嘴里还唱着说50块钱呢，您呢？我顺手就给了你1张50大钞。你什么时候给我了吗？我就刚才给你的。没给吗？我给了呀。哎呀，你还不信老太太？我跟你说，这一清早，这都是扫码的。哎，拢共我就收了这点零票子，你自己看看。来，我不看，你看看哪张是你给的呀？那钱上又没写我的名字，我怎么知道哪一张是我的啊？那没有50的吗？这个你在这别在这瞎说！我跟你说，你碰瓷儿啊！你找错人了！我碰瓷儿，你讹我呀！我能讹您吗？在我这摊位已经这么久。啊，行，哎，行，你也别生气啊，大过节的，咱也不掰扯了，鱼你拿走吧。啊！我可不领你那钱啊！鱼给过钱了，老太太买鱼给钱，给过钱了，鱼就得拿走啊！拿走！你还在这想讹我啊？没门儿！姥姥，哎呀，钱给过了，还不让你走。6块，你看看咋样？新鲜，农家是30，怎么样？不贵，有商量，你再挑挑看看。哎呀！我没给人家钱呀，这钱是我没给人家，我这，哎呀，到哪儿来了？钱是我没给你，这钱是我没。对不起。哎，没事，我忙起来也经常得玩我。哎，老太太，我没碰啊，我没碰。哎，老太太。
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，金汇广场应该是一起聚集性感染。现在有2个问题马上要落实，第一是要查清传染源，建立起流行病学联系；第二就是要阻断病毒扩散。首先要把商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集中隔离，然后从1月15号到今天，所有到过商场的流动人口，全都排查一遍。主任，那这就得涉及2、3万人呢。这个口子堵不住，威胁的就是全市2100万人。是啊，是。那这事儿是不是要上报市疾控中心指挥部啊？马上报。再建议一下，能不能发动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居委会，还有电视、广播、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，动员这时间内跟金汇商场有接触史的居民主动报告，尽早的采取居家隔离的观察措施。好，马上通知大家过来开会。哎，喂，是疾控传控科吧？我们是朝阳中心医院的，刚刚急诊接了一个老太太，发烧，在菜场晕倒了，现在体温是38度7，有咳嗽和呼吸困难的症状，我们怀疑是新冠疑似病例。她自个儿说没有武汉旅行史和发热病人接触史，咽拭子采样已经做完送过去了，病历信息你记一下吧，系统里已经上传了。哦，我不是信息组的值班员。啊，你不是值班员，你接什么电话呀？我刚才在旁边换水，电话响了，值班员也不在。那你不早说。您放心吧，电话已经录音了。你到底干什么的？哎，喂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值班员，刚刚是科里的实习生，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吧。哦，好，您稍等。国家卫健委组建21个。这事儿刻不容缓，一定要加紧安排。我明白。小陆，你来干什么？知道复印了吗？水换了吗？啊，啊，行，那你走吧，这儿没你事儿了。走啊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你说呀。有一个疑似病例，叫蒋云英，65岁，体温是38度7，有咳嗽和呼吸困难的症状。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刚才那个值班员不在，我接的电话。小陆，来一下，是这个吗？对。主任，看一下，蒋云英。还没确诊呢，信息组会推进的，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啊！你忙去。我见过他，他有很大的感染风险。你怎么知道他风险很高啊？你能不能说的再具体点儿？17号确诊病例，去超市的监控视频里他就出现过。不可能！17号病例的密接我们都已经隔离了，一个都没落下。再说了，这监控里头人多了去了，你看一遍你就能记得住。视频能调出来？我正调呢，主任。17号病例去过2次超市，时间都比较长。你说的是1月19号上午那回，10点47分左右。快到了。在这儿。你说的是后颈穿羽绒服这个老太太？
主任，就这个穿黑羽绒服的。 17号病例在这儿，老太太在这儿，俩人隔着8丈远呢。哎，买完东西就各自回家了，他们能有接触啊？他俩有接触，只是监控没拍到。你越说越离谱了，你小子开了天眼了，那监控没拍到，你能看得到？他俩都去了洗手间，在那边可能有接触。证据呢？这有一指示牌，他俩都是从这边往这儿去的，这边只有洗手间。他说的没错，这个超市我也去过，出口在另外一个方向。如果都是往这边走的话，确实只有洗手间，没有别的地方。我看啊，老太太的核酸检测没出来之前，这些都是推测，站不住脚的。科长说了，做预防的凡事都要往坏处想。我觉得这个小鹿的发现还是蛮重要的。我建议咱们就不要等这个检测结果了，就抓紧时间对这个疑似病例进行流调。主任，现在真正火烧眉毛的是金汇商场。你看这科里头现在人手这么紧缺，一个人掰着2个人都不够使。小鹿不是空着吗？我们科长说我不适合做流调，我只适合打印文件跟泡方便面。好小子啊！当着主任的面告我的状是吧？行了行了，抓紧时间啊！我觉得，既然是小鹿发现这个线索，就交给他来办。在科里再选择一个有经验的搭档，跟他一块儿去。老兵带新人嘛，沟通技巧都是锻炼出来的。你们谁去啊？得，我去吧。你还真跟他去啊？主任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走吧。面面该泡好了。这是新装备的热成像检测车，车身上都有探头，可以检测周边人的体温。红色就有问题，绿色和黄色都是正常的。你看这个，这是 AI 面部识别，还有云端数据处理能力。等会儿到了里边，你就负责认真的记录，询问病例的事我来。中心的规定你知道吧？24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流调报告。从现在开始计时。好。走。护士啊，我这针打完了，我可以回家了吧？等检测结果出来，看看情况。什么结果啊？还等着出炉去。阿姨，您好，请问您是叫蒋云英吧？我们是市疾控的流调员。哪儿的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不就是那个给狗办证的吗？我们家没养狗，你跟我调查啥呀？除了那些，我们还负责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。我想请您帮我回忆一下，您是从哪天开始出现发热、咳嗽这些症状的？我没得传染病，我就是感冒上火了。您帮我好好想想，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这些症状？前几天吧，我哪能记住这呀？前几天是几天以前？或者你能记住是星期几吗？你们怎么那么麻烦？我哪能记住星期几呀？我打完针了，我得回家给买菜去。对不起啊，您还不能走，因为您的症状属于新冠疑似病例，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之前，您只能在这儿隔离，接受医学观察。呀，还隔离上了？像这种老年人抵抗力低下，感染新冠病毒之后，容易发展成危重症。你咒谁呢？一咒10年忘，我告诉你，我身体好着呢。接受医学隔离观察，对自己和其他人都是健康的保障。我跟你说，
我是病人，我不是犯人，我不是犯人。来，出来一下。小陆，我刚不跟你说了吗？我问的时候你负责认真记录就行。这种疑似病例啊，一开始都是会有抵触情绪的。这样，你在这看一下，我去那边找他们家属了解一下情况。哎，您去哪儿啊？我上厕所。看一下啊。这个真的太困难了。我们商场一共348名员工，大年30要全部集中隔离，难度实在太大了。啊，曹经理，这酒店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正在消毒，还有专门的医护人员驻点儿。您看这，我理解防控的重要性，但我这员工都隔离了，我这商场还能开业吗？估计暂停一段时间。我全年营业额最好的时候也就过年这几天，这关门一天，我们就要损失800、900万的营业额呀。疫情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经济方面的考虑得往后放。你看，现在武汉都已经封城了。那我们配合你们，也请你们尽快查出传染源，我们也要为全体员工的健康负责呀。蒋云英呢？还没回来呢。这么久还没回来？不好了，蒋云英不见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她让我在门口等着，我就拿着这个毯子，然后她半天她也不出来，等到我进去的时候，她已经不见了。没找到，哪儿都找过了，没有啊。这就是刚才那位阿姨留下的联系方式。王玉，那个阿姨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阳性。阳性。送她来的不是家属，是菜市场卖鱼的老板。我还问他，他也不太了解蒋云一的具体情况。他把老太太送这儿，就回菜市场去了。能找到卖鱼老板的联系方式吗？因为他属于密切接触者，要通知他联系社区，接受集中隔离。啊，这个。我现在担心，老太太要是回家了可怎么办呀？这大过年的，要是把一家子都传染的话，那可就坏了。报警。报警？警察能管这种事儿吗？是啊，我怎么把联防联控这茬给忘了？你们谁报的警？是我。您是？报警什么事儿？您是警察吗？怎么，看着不像啊？合着我这出警快还成毛病了？长富桥派出所张某，看清楚了。孟哥，怎么下手又这么重啊？拒捕反抗，抢人家小姑娘包，正好被我碰上了。刚给您过来处理一下，头又给了我一任务，你给梢位所里去吧。得，那你忙着，去吧。走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金汇商场的一件事情，市里很重视。咱们市疾控的同志要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，拿出一个准确的调查结果，我们下一步的防控工作才能有效的推进。各位领导，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柯辉啊，有什么想法就直说。马上对金汇商场的所有员工进行集中隔离，同时在全市范围之内抽调人员进行排查。凡是在1月20号到23号去过商场的人，要逐人逐户进行对接，了解他们的健康情况。防御传染病关键是在早发现、早报告。我们必须抢在病毒传播的前头，掌握这个主动权。这也是联防联控、群防群治的优势所在。
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却说出了这么多的想法，那么依据是什么呀？今天是大年30，我们怎么向老百姓，向我们自己的同志做解释？主任，我20多年的疾控经验就是依据。如果出了差错，我愿意拿脑袋来顶罪。但是，错过了窗口期，我们就是全市上千万老百姓的罪人呐！我相信老董在专业上的判断，错了，我愿意跟他一起承担责任。出来了。切3楼护士站。看看1楼大厅西边那个电梯口。直接切大门进车口。能不能联系一下交警部门，查一下这辆黑摩的？要是出租车就好办了，这些黑摩的都没有牌照。这样吧，考虑到今后不管是宣传动员还是上门排查，都牵扯到各个部门，咱们现在搞一个民主表决。同意疾控中心2位同志提议的，请举手。现在是7比2。既然大多数人都同意，那咱们就形成集体决议。今后出现任何问题，我们这个集体共同负责。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非常艰巨了，我们要各个部门齐心协力，打好配合。袁熙、可辉，这最难啃的骨头就交给你们了。1320318，好嘞，谢谢哥们儿，哪天有时间去啊？身份证上这个地址啊，老太太搬走好几年了，房子里现在住的是租户。租户有没有可能知道老太太现在的住址呢？不清楚，租户只知道老伴儿的电话，平时房租都打到他卡上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停机了。要不，你们再等等，反正老太太生这病，肯定还得回医院。等不了，就怕这个，一个人能传染一大家子。哎，能不能帮忙查一下老太太的社会关系、子女亲属什么的？查倒是能查，得让你们单位出面申请，麻烦着呢。我们去门口找那台摩的吧。走，走。哎，你听我说，这些黑摩的打一枪换一地儿，你上哪找去啊？这时候不好搭车，天气又冷，是摩的生意最好的时候。而且这医院门口没有公交站，他肯定还得回来拉活。我走吧。哎，还是你去吧。啊，祝你好运。你是警察，他们信任你。这样，张警官，就麻烦您陪小陆去门口找一下那摩的，我回单位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老太太的亲属。总部长吗？您好，我以前采访过您。
金汇商场发生聚集性疫情，这个消息属实吗？我是天天新闻的，金汇商场现在有几名确诊病例啊？是外地输入还是本地感染的呢？是董科长，你回答一下。现在好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在排队，请问这跟金汇商场的疫情有没有关系呢？市长，您说一下吧。董科长，你回答一下。科长，问题。科长，又确诊了一例，也是金汇商场的售货员。说说具体情况。她叫刘梦，和孙雪丽都在商场1层上班，只是不是一个售货区。她是女鞋专柜的。哦，据说她上周去外地进货了，目前就了解这些情况。进货了。如果这个李梦是在外地感染的病毒，那他回来之后去商场上班的时候，跟孙雪丽有过接触，传染给了他。好，去人民医院啊。哎，我看现在武汉也就几百例，你们怎么紧张成这样？一个老太太又揪着不放。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受体与 SARS 一样，都是 ACE2。哎，说点能听懂的。就是传染性非常非常强，比非典还厉害。我记得那会儿北京也就2000多例。每一个死者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。什么？他的情况比较严重，血氧最低的时候只有75%，我差点就给他上呼吸机了。李梦你好，我是市疾控中心传控科的，想和你了解一下，你认识孙雪丽吧？那这段时间，你跟她有没有过接触？比如一起吃饭、一起聊天什么的？没有，我跟他不是很熟。那有没有过和她一起坐过电梯？或者上班下班打过招呼、见过面什么？没有。你再仔细想一想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她也确诊了，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病毒传播的过程。我上次见的是在圣诞节，但是我们没有说话。好吧，再想起什么，你可以随时和医生、护士说。安静治疗，相信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李梦的发病时间是哪天？他是昨天早上1月23号。1月23号。孙雪丽是1月21号发病的。那如果说是李梦传染给她的，从流行病学联系上说不通啊。科长，您的意思是说传染给孙雪丽的另有其人，只不过我们还没发现？他们两个没有接触过，不排除李梦是从外面被感染的，然后把病毒带回来。那可就坏了。这就说明在金汇商场存在着2条传染源。有这种可能吧？先把李梦的密切接触者给控制下来。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咱们也撤吧，别在这儿大眼瞪小眼，灌一肚子西北风了。
罗弟还没找着呢。我说你还真以为这瞎猫能碰上死耗子？再不走就冻成冰块了。我不冷。我说你小子还挺倔啊。这样吧，我先回所里看看别的监控，能不能找一些线索。科长，您看看群里，咱们值班电话都快被打爆了。你看，光安仁就有30多个疑似病例，这城6区加一块都快破100了。这里面如果有1/4是阳性，那今天就是疫情以来确诊最多的一天。您可盼点好吧，晚上我还想看春晚呢。马上快2点了，咱们前面吃口饭吧。不吃了。到安仁医院去看看。哦，瑶儿，去安仁医院。不是，怎么能公开 CT 啊？我们家老人还发着烧呢，我到这都2个半小时了。你说要真出点什么情况，你们负点这个责任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这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，CT 拍片是要比平时慢一点的，但这真的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。我们影像科的其他同事已经在赶过来路上了，体谅。大家听我说，大家听我说啊，春节医生也要放假嘛，互相体谅一下。另外啊，市2院和市人民医院那边病人少，急着着急的要检查的话，可以到那边去。另外啊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市疾控中心的公众号，那边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的情况，好不好？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，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。不要懂这个东西啊！啊，我们疾控中心的公众号有所有医院的信息，大家可以最快速度地查到。你怎么来了呀？这大过节的还给你排班啊？回头找你们主任算账。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班长？我又没管，这是我自愿申请来的。人家我们科的周大夫春节放假都放弃了。你加班让你妈一个人在家吃饭呢？你以前不也没回吗？她都习惯了。你怎么不穿防护服啊？这么多病人，科里没存货，周大夫他们一天也只配了1套呢。哦，爸，我听说金汇商场感染了好几个，还有病危的，这大家都害怕，感冒发烧的全来了。你就不要传小道消息了，把自己的防护做好。你们要是能查清楚，这小道消息自然就没了。现在把衣服换上。船长，我操！哎，出调的情况怎么样？啊，问了30多个人，这个新增的疑似病例里头啊，确实有去过金汇商场的，可能是心里有恐慌情绪吧，拒绝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这家属也都拦着。只要是最近去过的，一定要问清楚他们的情况。哎，什么时候去的？去过哪个楼层？接触过哪些人员？一定问清楚。科长，哎，江灿啊，小杨云的流调做完了吗？他从医院跑了。您别着急，我正想办法联系他家人呢。怎么能让他给跑了呢？他可是确诊的呀！对不起啊，是我的责任。你说你们这是，你们这等于放走了一颗定时炸弹。去，找信息组，跟公安部门申请调户籍资料。好。哎，等等，陆朝阳呢？是不是他捅娄子？不是，那孩子特别认真，现在还留在医院找线索呢。你别再替他打掩护了，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干不了这种事儿。赶紧的。哦。同志，去哪儿您？我问一下，今天中午你在这个门口有没有拉过一个60多岁的老阿姨啊？没见过。公安局给信儿了，蒋元英有个儿子叫魏涛。他在本市工作，这是他的手机号码，还有居住地址。好，谢谢。
哎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嘛，对不对？你，喂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是魏涛魏先生吗？哪位？哎，你好，我是市疾控中心的流调员江灿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跟您核实一下，您的母亲是叫蒋云英吗？因为有我的电话号码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是从公安系统查询到的，您母亲刚刚检测出来新冠病毒是阳性，可是我们又联系不上她。你们这些骗子，骗术升级的这么快吗？连新冠病毒都用上了啊，厉害呀！不是你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像这种建筑项目啊，推销铝合金的钢管比普通的钢管利润空间要大，明白吧？你，喂，哎，您好，魏先生，我不是骗子，您听我说啊，您可以查一下来电号码，我们是市疾控中心的，您母亲确实已经确诊了。你妈才确诊了呢，谁不知道你们会更改电话号码？你别逗。要不你给他儿子社区打个电话，让他们通知一下。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今天中午在这个门口有没有拉过一个60多岁老太太啊？没见过。就这样的，穿个紫羽绒服。我正忙着呢，真没见过。你仔细看看。你怎么不戴口罩啊？那么烦人了，我戴不戴口罩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现在疫情期间，这新冠病毒通过飞沫传播，你戴个口罩才能预防一点。我这一天没拉着锅，够烦的了，你还来？哎，你这人什么态度啊？你是？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们的疾控人员，疫情期间你是有义务配合疾控人员了解情况的。你要再这么横，我可报警了。哎，你得戴口罩啊。赶紧戴上。谢谢啊。老太太儿子找到了，正通过社区跟他取得联系呢，应该一会儿就有消息了。实习期马上就要到了，将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留下来。留下来？流调有什么好干的呀？你也看到了，工资不高，社会地位也低，跟临床医学比起来，我们这预防医学永远不吃香。你成绩那么好，就没想过硕博连读，留校当个老师？这流调可以帮助很多人。哎呀，这很多人呢，不一定都领你的情。至少可以让他们不像我一样。喂，我是蒋云英家找到了。我回去一琢磨，要是真像你们说的，这病毒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事儿还真挺大的。我们头亲自去协调，通过监控找到这个司机。后来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老太太住在双榆北里，当时是给送到了单元门口。还有多久能到？5、6分钟吧。这个题。2楼201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走吧。非得穿这个吗？戴口罩不成啊？你要是想被传染上，可以不穿。这也太不透气儿了吧，跟裹了一层保鲜膜似的。你们这一穿就大半天儿，怎么做到的？忍着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嗯？
蒋阿姨，您在家吗？看看那个阿姨的卧室。这边呢？那边。前面吧，那边没看。哎，阿姨，你等一下。干嘛你？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喂，人找到了。小王，哎，等等，蒋阿姨在小区门口等她儿子一家回来，一直没等着。谢谢。